非有消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9月10日发生了意外，一架庞巴迪的 CRJ-900 支线客机在滑行道上等待时，另一架滑行的空客 A350-900 的翼尖撞上了它的尾翼。鉴于空客 A350 的巨大能量， CRJ 的尾翼应声断裂，等于是被拆解了。有网友甚至搞笑说，在这架 A350 的机首应该画一个击落一架 CRJ 的徽标。很幸运的是，双方都没有人员伤亡。全球最繁忙的机场是指美国的亚特兰大机场，该机场多年来雄冠全球，它是达美航空最大的基地，而达美航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国的航空中转业务发达，通过在亚特兰大中转，美国民众可以在半天内去往美国的各地。亚特兰大的客流量可以达到惊人的每年1亿人次，航班量每天都在2000架次以上。两架涉事客机都属于达美航空，空客 A350 的注册号是 N5.3ND， 当时载有221人，正要飞往东京。CRJ 的注册号是 N3.2PQ， 当时载有56人，正准备飞往拉法耶特。这架 CRJ 其实是属于奋进航空，它是达美的支线承包商。美国各支线公司独立经营，以分包的形式向三大航以及阿拉斯加航空提供分包业务，比较专业。事件发生在上午的10点过7分，原因还不太清楚。大型客机的机翼巨大，空客 A350-900 的翼展达到了 64.75 米，在这种量级下，飞行员其实很难感受到准确的空间距离，往往需要空管人员给出指示。全球机场经常发生机翼的剐蹭，无论是飞行员、拖车司机或者是空管的责任，损失往往都很大。咱们前2天不是刚介绍了那架倒霉的英航 A350-1000 吗？亚特兰大有5条跑道，事件发生在8号跑道附近。亚特兰大一般使用8号左跑道降落，8号右跑道起飞。如果两机都是从8号右起飞，按说应该是平行而非交叉状态。但是空客 A350 也许正在滑往其他的跑道准备起飞，或者8号右跑道供 CRJ 长升的空间不足，都有可能。与火车的防止轨道冲突一样，机场滑行道为了防止冲撞也有标志，但飞机有大有小，基本上这个标志只能保证起降的飞机不与跑道外等待的飞机发生冲突，无法避免滑行道上的交叉冲突。资深的飞友说，如果是平行滑行，安全距离由飞行员掌握；如果是交叉滑行，安全距离和顺序则由空管人员控制。中国的交叉滑行时，经常200-300米前就停下，一架不走远，另一架是坚决不动窝，因此很少出事儿。所以，当 CRJ 在路口附近停下，而空客 A350 又缺乏空间感的时候，事故便发生了。不过好在昂贵的 A350 损失不大，估计1周内就能修复。而机龄11年的 CRJ 是否还需要修理，可能需要看保险公司的意见。至于这次事故的责任是谁，有可能是空管，也有可能是空客 A350， 但应该不会是 CRJ。 庞巴迪 CRJ 拥有梯形垂尾，相对沉重，如果机身没有损坏的话，梯形垂尾其实并不值钱，也不难修复。但关键是 CRJ 现在已经停产了，修理价值应该不大，而且与修复飞机相比，也许像汽车那样给飞机加几个5美元的雷达或者是摄像头才是正经的事情。朋友们，你们觉得呢？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见。